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eo， 今天要跟大家开箱分享的是 New Balance 的鞋款 Warp Runner。这款鞋呢，算是2023年下半年推出的新型号，一开始只有一个海盐配色限量上市。在上市的初期呢，大部分网络上的评论都认为这款鞋的外形比较独特一点，另外定价也比较高的关系，似乎一般消费者的普遍接受度都还好。半年过去了，我自己也利用特价入手了2个配色，就利用这部影片来记录一下自己的心得感想，也作为各位朋友们的选购参考。在开始分享之前呢，欢迎您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帮这个影片按个赞，让更多的朋友看到。Warp Runner 呢是一款融合了复古与未来风格的休闲鞋，它采用了夸张的比例跟极简的手法，呈现出独树一格的概念设计。在结构上面呢，主要是采用了全掌 FuelSeal 缓震材质的中底，中底的高度呢有4公分，直接提供了一定的增高效果。大底的部分呢具有独特设计的波浪纹，并在脚跟中心印有 FuelSeal 的字样。鞋身上半部的结构呢，在极简设计下共分为内外2层。分别是外层作为主要轮廓的麂皮或是皮革材质，而内层呢则是由网布所组成，再搭配相同网布材质的鞋舌，构成了鞋身的上半部。这层呢略厚的网布，除了是主要的散气管道之外，也为鞋身提供了一定的强度。这边的 N logo 呢，则采用类似油墨印刷的方式，在特定的角度下会呈现微亮的光泽感。整体的组成呢，有点像是将 N 嵌入在鞋身的挖洞里面。内里的部分呢 ，Warp Runner 则是使用摸起来非常舒适的棉绒内里。皮革款呢，在鞋后跟的地方则采用了麂皮的材料，呈现出异材质的拼贴感，让整体的风格上面呢，觉得没有那么单调。而稳定片呢，则是被藏在鞋跟处的网布内层，增加鞋身强度之外，也好好的将脚跟稳住。鞋垫的话呢，则是采用发泡材料的雅致鞋常见款，比较特别之处呢，是在鞋垫上面是带有特别的网状纹路，应该是为了散热而做的设计。Warp Runner 呢，整体的设计语言让外形的线条更为简洁化之外，相信呢也能达到制作工序的简化作用。从上方来看，可以发现整体的鞋型是比较偏细长的，呈现一种当代时尚的利落感。而这边的话呢，则因为复古造型的中底关系，看起来会比较偏厚重一点点。简洁的波浪形设计呢，也有助于减少中底的厚重感。在穿搭方面呢，这样的厚底鞋型呢，很适合搭配工装或是宽裤，或是就单穿搭配短裤，也能更加的突出腿部的细长感。在尺寸的选择方面 ，Warp Runner 呢的鞋身大小是比较偏宽松的。我自己呢是照原本的尺寸拿，并没有大半号。以常穿的 New Balance 美制来说，像是950系列，我都是穿 US 10.5，而雅致的款式呢，例如2002R、1906R、574、996、327，我则是会拿大半号，拿 US 11号。而 Warp Runner 的尺寸选择呢，我则是跟9060一样，都是拿 US 10.5。脚板小的朋友呢，或许要拿小半号，以免会不跟脚。不过呢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皮革款呢在楦头部分会比较刚好，宽脚的朋友们呢要特别的留意。当然，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新鞋还没有穿松的关系。目前几乎在台湾的重点 New Balance 店面都有铺货，想要购买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实际到店头去试过最准。脚感部分呢，采用全掌 FuelSeal 的设计，那个 Q 弹度呢，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New Balance 的鞋子中最令人穿起来感到愉悦的一款。我相信呢，有穿过的朋友应该都会忍不住就在心中默默，怎么这么好穿？如果不考虑什么支撑性，或者说像美制系列那种有复合科技在性能上加成的话，的确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New Balance 的舒适脚感王，是蛮值得推荐的一个款式。也难怪 New Balance 很有信心，开卖呢就直接是台币4880这种比普款 2002R 还要高的定价。老实说，这样的价格呢，或许会让一般想入手的购买者会有些却步的。我自己呢，则是透过国外电商特价的机会来入手。目前我手上的2款呢，都是一上市就直接下杀折扣。美艾德这款呢，是在耶诞节特价5折购入，而皮质款呢，也一样是在平常的 Holiday Sale 直接6折入手。本来呢是有在打算购入灰色系的款式，不过刚上市都还没有折扣，再加上灰鞋其实也收集蛮多了，所以几经选择呢，挑了这2种我鞋柜中比较少有的配色。那这么好穿的鞋呢，其实也有2点是我自己在穿了一阵子之后实际发现到的。第一个呢，是在整天的活动下来，会发现脚趾外侧是略微酸痛的。我不确定它形成的机理是什么，不过曾有看过讨论，比较宽松不跟脚的鞋呢，是有可能会造成外侧脚趾产生不舒适感的。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的话，也欢迎留言一起跟大家分享。而另外一个点呢，则是我认为 Warp Runner 最值得改善的部分了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透气性没有那么好。
我相信呢，有穿过一些 New Balance 搭配这种厚网布鞋款的朋友，应该都会发现说，除非你一直有在走动，不然这种厚网布呢，其实是不太能够透气散热的。那 Woblong 呢，很容易就会让你坐下来时就觉得这鞋子很闷，很想赶快脱下来。主要的原因呢，除了偏厚的网布之外，它大安 logo 呢是使用颜料直接涂入网布的方式，用手触摸呢，可以发现大安 logo 这一个区域跟其他网布区块比起来是偏硬的。这样的做法呢，其实更加缩减了透气的面积，而采用棉绒的内里呢，其实也减少了后跟区域的散热性。像后面这区的开洞网布范围呢，也刚好被内层的纹理片给阻挡住了。采用网格状的鞋垫呢，很显然是为了增加散热的面积，但刚好呢也被穿着袜子的你给踩住了，实际上呢也发挥不了太大的效果。再加上有如聚热装置一样的胶底，也很刚好会让脚底一直保温住。我曾经想利用这样的鞋子特性呢，在冬天寒流来的时候穿美拉德配色这款，想说会比较保暖，结果没想到在一般的走动下，大概室内几百步的距离，竟然感觉到脚底有些微微的出汗。冷天冷时呢，对于这种出汗反应也更加的感受鲜明。当然呢，这些觉得闷的体验感呢，也可能跟我所居住的地区是比较潮湿闷热的气候有关。或许呢，在大陆型气候的地方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了。我想，除非真的很喜欢 Woblong 的搭配感，不然在台湾夏季闷热的天气下，这款鞋呢应该会是很难穿得住的。那这样的状况呢，大概只能靠着网布材质来改善了。如何在穿着舒适跟兼顾鞋身强度这两个点取得平衡，就有劳 New Balance 的设计师们再想想办法。或许之后呢会推出很通风透气的版本，也不一定。喜欢这款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再期待一下下。最后呢，再总结统整一下，鞋的版型呢比较宽松，穿起来仍然会觉得比较长一点点，脚趾前方呢仍然会有空间。尺寸的话呢，普遍来说照原尺寸拿即可。脚板比较小或是想穿 fit 一点的朋友，可以考虑小半号。目前已经一般发售，可以到店头去试过比较准。脚感的话呢，非常的 Q 弹讨喜，是那种穿了会令人喜欢上的脚感。价格的话呢，比较偏高一点点，可以等到有特价或者是自觉的合理的时候再入手。不要觉得扣分的点是目前推出的材质版本呢，可能都没有那么透气，在台湾的潮湿气候下会比较闷热。整体来说呢，对 Woblong 这一款，我个人还是会推荐购入作为穿搭的用途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久违的开箱影片，跟大家分享我对 Woblong 这款新型号的感想。欢迎您呢也在影片的下方留言，跟大家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Leo的开箱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那我们下次看见，拜拜。